男人在湖中潜水时发现地底竟长满了一根根未知的生物，出于好奇，他朝着其中一根摸了过去。天真的男人认为只是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下一秒，故事还要从1天前说起。一个老头正在湖中钓鱼，感受到鱼竿的拉力，他随手把酒瓶放在了一边。巧合的是，沉入湖底的酒瓶意外引发了一场地壳运动，这不仅导致周围发生了轻微地震，甚至让平静的湖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开心的钓鱼佬扭头发现这一幕，立刻启动引擎想要离开这里，然而巨大的拉力让引擎根本无法启动。就在这时，成千上万条食人鱼已经逼近了这条小船。突然，老头一个不小心跌入湖里，他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到了晚上，接到报案的朱莉和同伴去寻找失踪的老头。他们看到老头的船此时就停在了湖边，朱莉伸手想把小船拉近点，却因为木板塌陷掉进了湖里。正当他准备往上爬时，紧接着两人把尸体拖到岸边。奇怪的是，虽然尸体的表面千疮百孔，但身上的骨头却是完好无损，就好像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样。见此情形，朱莉想把湖边封锁起来，可因为春假让她放弃了这个想法。视线一转，一个探险者正在进行着跳水冒险，然而却直接被湖里的鱼吃了个干净。这也暗示着食人鱼已经遍布了整片湖水。与此同时，朱莉和专家一行人去湖中调查地震事件。两个潜水员向湖底慢慢游去，不一会儿，两人看见了一个洞口，可洞口只够一人通过。于是他们一个在洞口牵绳子，一个负责去里面探索。接下来便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在洞口外守着的同伴发现绳子突然断了，同时对讲机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于是他赶紧钻了进去，却发现同伴已经被食人鱼围了起来。与此同时，在船上听见动静的专家立刻穿上潜水服下去救人。水下的同伴疯狂往洞口外游去，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游不过水里的食人鱼。很快他也被围了起来，此时专家已经到了他的身边，拉着他疯狂朝着船上游去。可当他爬上船时，发现救上来的人已经成为了尸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因为跟上来的还有一条贪吃的食人鱼。不一会儿，朱莉和专家带着那条鱼来到了一个水族馆。馆长看着这条鱼，显然对这种食人鱼非常的了解，他将鱼倒进鱼缸里，随即激动地说道 This particular piranha vanish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more than 2 million years ago. 说罢就去屋里拿出了一个化石，你还真别说，这鱼和他祖先长得一模一样。紧接着便问他们在哪找到的这条鱼，得知答案后他才彻底明白，原来在当时这种鱼不是灭绝了，而是因为地壳运动被封在了湖底深处，并且多年来为了生存，他们种族之间互相残杀，导致活下来的全都是食人鱼中的强者，因此即使出现在地表也能最快速度适应潜水环境。 Jesus, it's like he's staring back at you. No, not sensing. God, don't do that. 馆长继续说道，食人鱼成群猎食，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当带头的咬出第一口鲜血时，便会引来所有的鱼群。 How are we going to stop them? Wait, I'm sorry, you're not actually considering going back out onto the lake. They're killing machines, but they're still fish. Catch them or kill them. But if there really are thousands, yesterday would have been a good time to start. 馆长的这句话既表达了食人鱼猎食的方式，并且暗示警方已经错过了最佳控制时机，同时也为后续大规模屠杀场面埋下了伏笔。视线一转，来到了湖边，因为春假的原因，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尽管警方接到命令疏散人群，可却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们。见状，老黑无奈掏出了手枪。This is the Lake Victoria Sheriff's Department. The sheriff has declared an emergency. 人们听后依旧认为是警察在开玩笑，一个接一个的朝着水下跳去。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成群的食人鱼穿梭在他们中间，似乎在寻找着第一个下嘴的目标。而当他们第一口下去，鲜血出现时， No!
身后的鱼群有了明确的方向，朝着湖边的人群涌了过来。此时水下的场景俨然已经变成了食人鱼的自助餐盛宴。随着鲜血的不断蔓延，水里的人们疯狂朝着最近的物体游去，警察们也尽自己所能营救着身边的人群。此时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中间的舞台，舞台也自然而然的因为超重发生了倾斜。没过多久，刚游到上面的人们又纷纷掉进了湖里。就在这时，上面的钢筋突然断裂，眼见情况越来越糟糕，专家灵活地从船边跳上了游艇，并找警察要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散弹枪。他把游艇往湖中开去，尽可能地救起身边的人，再将他们送到岸边后，拿起枪对准湖里的鱼疯狂射击。然而此时的混乱不仅仅是因为食人鱼，其他警察见状也纷纷拿枪朝水里射去。朱莉拿出电击枪射向水中，虽然有点效果，但因电压太小，并不能改变什么。此时场面的混乱还在持续进行着，尽管有不少人被救下来，可身上也已经变得千疮百孔。突然，一个小伙开着游艇往岸边冲去，根本不顾路上人们的死活。就在他跨过无数人群，即将冲到岸边时，游艇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螺旋桨缠住了一个女人的头发。小伙见状，再次启动了游艇，硬生生把女人的头皮拽了下来。好在此时一群人已经爬上去掀翻了游艇，而他也自然成为了食人鱼的盘中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功上岸，黑哥看着湖里为数不多的人们，毅然决然地拆下一个游艇的螺旋桨。尽管他已经尽力收割了大量的食人鱼，可螺旋桨的攻击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到了被撕咬的痛感。然而他还是没有放下手中的螺旋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地为人们争取着逃跑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食人鱼的屠杀正式落下了帷幕。可事情却并没有结束，因为朱莉此时接到了一个电话。This is Sheriff Forrester. Jake! So sorry, I screwed up. We're on the lake. What? Where are Laura and Zane? They're with me on the boat. Oh my God, Jake! Whatever you do, do not go into the water. You don't understand, Mom. Our boat is sinking. What? Where are you? 原来就在早上，知道湖里有食人鱼的朱莉告诉儿子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然而杰克已经约好了和女友开着游艇出海游玩，于是给了弟弟妹妹封口费后，直接去到了湖边集合。可没想到的是，他的弟弟妹妹也根本老实不下来，坐上小船径直往湖中划去。他们划到了一个小岛，由于玩得太尽兴，并没注意到他们的小船已经飘走了。幸运的是，在游艇的杰克发现了他的弟弟妹妹，紧接着杰克开到岸边接上了他们。可不料在开走时，螺旋桨竟意外缠上了岸边的水草。见此情形，船长把螺旋桨的马力调到最大。然而虽然他们挣脱了水草，游艇却因为惯性撞上了前方的礁石，湖水立刻涌入了船舱下方。同时，一群食人鱼已经开始吃上了意外掉落的船长等人。好在杰克和他的弟弟妹妹并没有掉下去，但他的女友黑妹却被困在了船舱下面，并且唯一的出口已经围满了食人鱼。当金发美把船长救上来时，他的下半身已经近乎被啃食干净了。没过多久，朱莉和专家赶了过来，他们把快艇开过去后，朱莉扔出钩子挂在游艇上，随后专家开走快艇，把绳子拉直。于是朱莉通过绳子爬了过去，可她在爬过去后，却因为天窗上的栏杆，依旧没有办法救出船舱里的黑妹。看着出口蠢蠢欲动的食人鱼以及即将沉没的游艇，他决定先带着其他人爬到快艇上。Talking about we can't just leave her down there. Once I get everyone across on the rope, I'm gonna come back for her. No, I'm not gonna leave without her, Mom. That's Jesus not. Christ, Jake! The only way to get to her is for you to get into the water, and I'm not gonna let you do that. Now come on and get on the rope! Listen, the reason she came on this boat was because of me, okay? That's my fault. I'm not gonna leave without her. 听着儿子这么有担当的发言，朱莉知道绳索支撑不了太久，于是便带着他们和金发妹一起爬了过去。Can you do this? I don't believe it. I don't pole dance for nothing. 然而在攀爬的途中，因为金发妹的头发太长，食人鱼疯了一般把她往水下拽去。没过多久，她就坚持不住掉进水里。朱莉看着脚下发生的一切，并不敢有丝毫停留。
立刻催促着孩子们继续向前爬去。当2个孩子爬上快艇时，意外突然发生了。好在专家手快，立刻启动快艇把朱莉拉了上来。可当朱莉爬上船后，杰克突然拿起绳子缠在自己的腰间，紧接着他抱起重伤的船长扔进湖里。顿时，出口的食人鱼纷纷向船长围了过去。随即，杰克游到船舱里，他拿出信号弹，并将2个煤气罐打开。接下来，通过对讲机告诉专家10秒钟之后启动快艇。于是便开始了倒计时，并带着女友往水下游去。6, 5, 4, 3, 2, 1。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快艇突然失灵了。可不知情的杰克已经点燃了信号弹，扔了进去。就在食人鱼快要围上来时，剧烈的爆炸导致大量的食人鱼死亡。杰克也带着女友通过绳子爬上了快艇。正当众人以为他们逃过了一劫后， Sheriff? Yeah, this is Julie. Julie, this is Carl. We have a major problem. Well, I'm looking out at a school of dead piranha. It's not all of them, but I think we've got a good start.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specimen you left with me has no mature reproductive organs.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piranhas that kill those divers, the ones you're hunting for, they're not fully developed. They're the babies. Babies. Huh. So, where are the parents? 这部电影导演为了拍摄剧情中激烈的屠杀场面，足足用掉了约19000升鲜血，并且食人鱼的外形设计是由电影《阿凡达》幕后设计师内维尔·佩奇完成的。不仅如此，影片开始时钓鱼的老头曾经是电影《大白鲨：马特湖泊》的饰演者，他刻意模仿了那部电影的着装风格。然而在那部电影的最后，他活了下来，可到了这部影片中却死在了食人鱼的嘴里。这无疑是对电影《大白鲨》的隐秘致敬，并且包含了讽刺命运的轮回。同时，导演在那场屠杀片段中也隐喻了对人性的嘲讽，比如小伙不顾他人死活，开着游艇往岸边冲去，这和老黑用生命掩护众人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人性的善恶体现得淋漓尽致。至此，影片就正式结束了。各位，我们下期再见。